昊天老祖，你若真身还在，倒是有资格定我的生死。可惜你现在不过是一道意志分身，也敢在我面前狂妄！哼，小子，胆子挺大呀！练苍穹！哼！哼！小子，你和紫阳宗是什么关系？无可奉告。哼，还挺嘴硬，那就去死吧！不好！残阳落日，这可是素魂境才能展现出来的实力。紫电飞鸿！你这是什么解数？刚才那招叫残阳落日。昊天老祖，再接我一招！阳耀天苍！剑破苍穹！此招一出，杀敌必自反转！怎么可能？我体内的真元已经耗尽，现在一个最普通的真元境初期武者都能轻松将我杀死。没想到这昊天剑塔的第3层竟然是个骗局。昊天老祖身为昊天宗的开山祖师，堂堂武道圣主，却不打算将昊天剑典传给外人，真是只老狐狸。他定是想着，若是外姓弟子闯过1、2层，昊家还能掌控，作为战将培养不会产生威胁；若能闯过第3层，将来如果脱离昊家掌控，就会成为昊家忌惮的存在。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其扼杀。哼，但是想除掉我，没那么容易。刚才是他的意念，那他的真身，按理说2000多年了，昊天老祖应当不在世了吧？前世，我和昊天宗斗了多年，把昊天宗压得抬不起头来。那种危急形势下，昊天老祖都未现过身。他若还在世，我将避无可避。算了，目前只是猜想，不如先在昊天宗待着。想从昊家手中取得昊天剑典真灵篇，还得另寻他法。哎呀，呀！哎，出来了！你怎么伤了元气？师傅，我本想获得完整的昊天剑典，可这第3层的难度实在太大。这，我拼尽全力也没能闯过。何必呢？
得到昊天剑典的真元篇和素魂篇已经不错了。若损了武道根基，可划不来。回妖王峰，我帮你好好调理身体。嘿，哦，看样子是没得到。走吧，走吧。宗主，下去吧。昊天剑典乃是我昊家不传之宝，岂会轻易让一个外人得到？剑塔3层9大关，至今还未有人可以完全闯过。聂风此子心性狂傲，让他吃瘪也好。他既然获得了真元篇和素魂篇，将来也就在素魂境巅峰，难与武王争锋。他若老老实实做我的昊家战将，倒也可以提拔一二。如若不然，自那之后，师父拿出许多珍稀药材为我调理身体，很快我便恢复了元气。不但如此，我的体质也比之前增强了许多。经历了这一次五峰大比，我彻底明白，想让昊天宗交出昊天剑典真灵篇，基本不可能。想要获取，只有一个办法：抓住昊家的要害，逼他们不得不给。只有强大到整个昊家都无法反击，才能让他们拿出真灵篇做交易。而那样的实力，至少需要武王级别才行。我现在还差得远，在那之前，我必须韬光养晦，暗中修炼烈阳真火诀。另外，我还有焚天剑路、紫阳化戟手和大日焚天掌3门武功的心法，加上前世修炼的经验，待修炼有成时，就算昊一龙出关，也不足为虑。这封印秘法着实不错，师父和若冰都没看出我已经突破到了真元境巅峰，还以为我在真元境后期。凤鸣手，在九域大陆的中央，有一个名为炎荒域的地方，在那里有许多古迹和秘境。我前世获得的那颗神炎珠，便是出自炎荒秘境。历来，修为达到素魂境或者真灵境的武者，若想要再进一步，若非领悟各种武道真意，只有寻找强化神魂的宝物才能提升。8域中，能够强化神魂的宝物少之又少，但炎荒域的古迹秘境中却有很多。其中，凤鸣山便是传闻中上古神兽凤凰的栖息地。那里的火焰异常澎湃，有着别于他处的天地规则，连真灵境武王都无法踏足。每隔一段时间，那里便会响起凤鸣之声，传遍整个9域大陆。凤鸣的时间，有时相隔100年，有时仅相隔数年。每当凤鸣声出现时，凤鸣山的规则就会减弱。到那时，武者的修为越低，反而受到的压制会越弱。在凤鸣山的山巅之上，有一个凤凰洞，洞中每隔数年就会孕育出一枚形似凤凰的火种，人们称之为凤血精炎。对火焰系武者而言，凤血精炎是十分难得的宝物，若将其炼化，就能大大增强操控者的实力。素魂境便可越级对战，如果让凤血精炎吞噬火焰进化，进化后能发挥出可怕的威力，越级对战武王都不成问题。